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前情提要。3年前，奥利弗在炼狱岛认识了囚犯阿纳托利。小矮子常年吹嘘自己是个黑老大，在解决斯莱德之前，奥利弗把阿纳托利安全送走。时隔2年，奥利弗重返炼狱，找到虔诚神像时，认识了女孩泰安娜，并立下承诺会去俄罗斯找到泰安娜的父母，说出一切。泰安娜牺牲的那一刻，奥利弗更是坚定这趟必须完成诺言。在俄罗斯的1年里，奥利弗在地下当起了拳王，一边打一边询问科瓦和泰安娜父母的下落。一场比赛刚打完，奥利弗被科瓦的手下绑架，被枪杀的一瞬间，一个男人赶到，正是当年的阿纳托利。结果他根本没吹牛逼，阿纳托利表示自己愿意陪着兄弟奥利弗一起对抗科瓦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奥利弗必须得到兄弟会其他成员的尊重，用实力说话是最好的办法。他和其他成员的起跑线是一致的。在这全民大乱斗的魔鬼训练里，奥利弗不忘拉一把弱势群体的手，想通过考验，只能敲响打手身后的铃铛，一个人很难做到。奥利弗开始拉帮结派打配合，在大伙的蛮王冲撞下，奥利弗穿过人群敲响了铃铛，可那些帮过他的人全部被原地处决。阿纳托利走出来告诉奥利弗，恭喜你加入兄弟会。当奥利弗问起阿纳托利为什么要将其他人干掉的时候，阿纳托利只是告诉他，想在兄弟会里生存下去，不能相信别人。出谋划策的是奥利弗，敲响铃铛的也是奥利弗，这就足够了。因为伤势太重，奥利弗倒在了阿纳托利面前。慢慢醒来的时候，阿纳托利早在旁边喝起了酒精，不停地回忆着和奥利弗在炼狱的时光。仅仅通过一个考验，很难在兄弟会立足，反而奥利弗因为兄弟会乱杀无辜，有点不信任他们。在进行最后2个考验之前，阿纳托利要给奥利弗看一样东西，看完再决定是去是留。他们来到了一个富人家里，阿纳托利拿着早前被处决的照片给富人看，富人感激涕零，因为照片上的人曾经为了几10块钱杀了自己的儿子，而阿纳托利算是替天行道了。更何况这个杀人犯是科瓦的儿子，这就是兄弟会维持正义的手段。阿纳托利只想借此事告诉奥利弗，他们从不滥杀无辜，牺牲的人必定是死有应得。想推翻科瓦，奥利弗就必须完全相信兄弟会，因为兄弟会的含义就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兄弟为我2肋插刀，我为兄弟1插2刀。现在奥利弗完全信任了兄弟会，被剌了5刀，正式入会。这也是第2个考验。第3个考验与科瓦有关，阿纳托利让奥利弗假扮酒鬼妨碍治安，这样就能被关进看守所，见见科瓦的手下，有什么问题当面质问。奥利弗顺利进入了看守所，进去一招黑虎掏心，打的男人直不起腰。但比起奥利弗，男人更怕科瓦，嘴巴严实得很。不过这一点奥利弗和阿纳托利早就想到了，虽然不道德，但奥利弗还是提前掌握了男人妻女的踪迹。奥利弗吓唬他，一旦不配合，妻女很可能出现点什么意外。在家人面前，男人妥协了，可他也没见过科瓦，科瓦从来都是通过暗网下达指令。奥利弗得到一个 IP 地址后，紧接着一招星星折枝，男人当场暴毙。第2天一早，奥利弗就被看守所释放。虽然惋惜男人无辜身亡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兄弟会不得不这样做。这第3个考验，既是为了问出科瓦的踪迹，也是为了让奥利弗和兄弟会互相信任。干了这杯酒精，奥利弗就是兄弟会里的兄弟了。包括阿纳托利在内的3个兄弟会首领逐一盘问了奥利弗。阿纳托利自然不用多说，以后奥利弗将以卡伯特的代号加入兄弟会。为了庆祝卡伯特的加入，阿纳托利举办了派对。在派对上，维克多留意了一下奥利弗，也许阿纳托利相信他，但自己不相信他。兄弟会的宗旨是伸张正义，而不是帮一个局外人报私仇。面对赶来问情况的阿纳托利，奥利弗也只是笑笑不说话。他都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来俄罗斯了。阿纳托利希望他别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这是奥利弗第一次向阿纳托利提起泰安娜的事儿。阿纳托利怂恿他去撩妹，奥利弗正准备去英雄救美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下套，等待他的不是美人，是维克多的陷阱。他想让奥利弗尝尝自己的待客方式，突然杀出一个大汉，嘁哧咔嚓就弄死了2打手，告诉奥利弗，记得让你老板给我双倍酬劳。说完，转身撕开面具，深藏功与名。等阿纳托利赶来后，解释了来龙去脉。他一直知道维克多看奥利弗不爽，于是暗地派人保护了奥利弗。虽然自己不怕维克多，但也不能杀了他。维克多拥有的不仅仅是背影，还有极其深厚的背景。之后的日子，阿纳托利开始教奥利弗各种技巧，比如打造一个他娘的意大利炸药。奥利弗却一心想要杀死科瓦，结果奥利弗一个失手，差点给自己炸上天。突然枪林弹雨席卷酒吧，扫射了不到1分钟就停手了。阿纳托利一猜就知道，这是科瓦在向兄弟会宣战。因为在奥利弗来之前，双方就已经结下了梁子。奥利弗还想问点什么，帕克汉就赶了过来。这个男人就连阿纳托利都相当尊重，奥利弗根本不 care 他是谁。
帕克汉说，科瓦最近准备扩张领地，今天的袭击无非是一个警告，警告兄弟会的人别多管闲事儿。而科瓦这种行动自然是有土豪资助，奥利弗是位富二代，又是一个生面孔，派他去给科瓦送个大礼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正好现学现卖，直接送给科瓦一个他娘的意大利炸弹。奥利弗以富豪的身份找到了科瓦的赌场，一边声张自己要投资，一边干趴了赌场经理。刚把炸弹放好，没来得及引爆就被人偷袭，奥利弗被帕克汉出卖了，被一个白发中年人强行唤醒。中年人一边喝着酒精，一边给奥利弗讲了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故事，扭断了旁边人的脖子后，才自我介绍道：“我的名字叫科瓦，5年前的我。”不好意思，串台了。奥利弗被暴打一顿，打完还得和科瓦共进午餐。奥利弗算是入了科瓦的眼了，又是折磨又是暴打，居然1个星期只字不提，就是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着给泰安娜报仇。科瓦当然知道泰安娜是谁啊，自己的保姆就是泰安娜的老妈加丽娜，就问奥利弗气不气啊？加丽娜还找科瓦帮忙寻找自己的孩子呢。奥利弗怒斥他是个恶魔。科瓦拿出自己手下的照片，反呛奥利弗说：“你扭断他的脖子，你难道就不是个恶魔吗？兄弟会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你又怎么知道我和他们谁才是坏人？”奥利弗一刀扎穿了科瓦的手掌，另一把刀抵在了科瓦的脖子上，告诉他少点套路，多点真诚。老大被挟持了，手下们一动不敢动。奥利弗想利用科瓦离开这儿，科瓦也不害怕，一直在诱导奥利弗，直到两人被包围。奥利弗也耗尽了最后的体力，科瓦打了个绷带，让小的们退下，自己要和奥利弗来一场拳王争霸赛。经历了1个星期的折磨，奥利弗的战斗力大幅削弱，没一会儿被打得不省人事。帕克汉走了进来，让科瓦停手。2个人早就暗中达成了协议，帕克汉和科瓦一起分享利益。帕克汉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兄弟会的最高职权者，地位比阿纳托利要高得多。奥利弗知道这一切的时候，已经深陷困境，自己一个外星人引起了太多兄弟会成员的意见。奥利弗质问帕克汉，到底收了多少钱才选择背叛兄弟会？得到的回馈却是一顿暴打。帕克汉想让奥利弗为自己做事，除了这个选择，就只剩一条死路。帕克汉让奥利弗考虑的时候，楼上枪声响起，伴随着几发弓箭，一个兜帽女赶了过来。意识模糊的奥利弗还以为自己看到了 Laura， 实际上是寻找奥利弗许久的刺客联盟的大小姐塔利亚。炼狱岛斯莱德，香港欧米伽。关于奥利弗的事儿，塔利亚全都知道。他救奥利弗只有一个原因，姚飞是他徒弟。然而他看着还没有小东年纪大。奥利弗这些年的遭遇换做常人早就扑街了。塔利亚欣赏他，还答应奥利弗会帮他干掉科瓦，算是给徒孙的见面礼。科瓦的其中一个合作人耶维奇是第一个突破口，2人同时冲了上去。塔利亚放了一个 W 就缩进了黑暗，奥利弗被迫施展枪斗术，一个人冲进人群，最后把耶维奇蹂躏致死。塔利亚才缓缓走了过来，这一切似乎是在考验奥利弗。塔利亚大费周章，只不过是想让奥利弗看清他自己。真正的战争在他父亲留下的笔记里，不是什么瑞塔、科瓦之类的臭鱼烂虾。塔利亚最终是想让徒孙回到星城，去完成他父亲未完成的任务。这一切塔利亚都曾经历过，他知道怎么帮助奥利弗找到出路。很简单，让奥利弗变成 someone else，穿上塔利亚赠予的战衣，奥利弗正式成为兜帽男。塔利亚当晚找了几个人给奥利弗练靶，他们全都是无恶不作的罪犯。奥利弗要做的就是为民除害，将自己投身黑暗。奥利弗当晚的表现，塔利亚非常满意。接下来开始解决笔记名单上的第一个人，曾经卖给西亚的毒品正是此人供应。据塔利亚的情报，毒枭山根今晚将抵达俄罗斯，这是奥利弗完成父亲遗志的第一步。奥利弗突袭了山根交易的场所，几箭射死了这个辜负星城的人。名单上还有不少人需要惩治，他们大部分都活跃在星城，但奥利弗已经加入了兄弟会，是不可能拍拍屁股就走人的。奥利弗找到成员，询问阿纳托利的下落。在他失踪的这些日子，阿纳托利被打成了重伤，看着躺在床上的兄弟，奥利弗把话咽回了肚子里。帕克汉得知自己的 PY 交易暴露后，直接对阿纳托利重拳出击。阿纳托利没办法动用兄弟会的势力，奥利弗决定先给兄弟复仇，再离开俄罗斯，刚好能用到另一个身份。在病房里开始规划行动，也谈起了自己要回家的想法。阿纳托利其实完全理解，奥利弗却注意到外面有个人连续路过了5次，拙劣的演技提前暴露了身份。奥利弗拖着残疾的阿纳托利逃跑，医院里几乎都是那位。奥利弗熟练地打着手枪，2个人开始绝地求生，却没想到帕克汉是亲自带人围剿了他们。处境无路可退，除非奥利弗投降，阿纳托利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奥利弗主动站了出来，靠自己抵抗打手。躲在角落的伤残阿纳托利却被帕克汉逮到了，肯定就没好果子吃。赶来的数十名兄弟会成员再次包围2人，生死攸关的时刻，阿纳托利选择决头。根据兄弟会的规矩，头目选择决头就必须留他们一命。
简单理解成申请检验。其他头目将盘查兄弟会内部，一旦发现帕克汉和科瓦有 PY 交易，可以直接轰他下台。如果失败，两人还是难逃一死。阿纳托利其实一点把握都没有，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拖延时间。按照规矩，奥利弗有1个小时自由活动的时间，在这段时间找到足够的证据就可以翻盘。罗宾汉直接潜入了科瓦的豪宅，在里面寻找最有力的证据。阿纳托利这边，所有兄弟会的成员都选择相信帕克汉，直到奥利弗拿着证据赶了过来。帕克汉和科瓦的完整交易记录，证据确凿，兄弟们重新站队，回到了阿纳托利身边。维克多将自己最关键的一票投给了阿纳托利，阿纳托利正式成为兄弟会帕克汉。下任的格雷多当场翻脸，交火中多名头目牺牲，充满证据的电脑也被摧毁，知情人只剩下维克多和阿纳托利。现在最大的难题是，其他兄弟会成员还不知道真相，罗芒只会被自己人杀死。奥利弗要先下手为强，借罗宾汉的手先做掉格雷多。格雷多一边给兄弟会其他人洗脑，一边看比赛。奥利弗和阿纳托利一个接一个的解决掉了守卫，一记战术滑铲活捉格雷多。格雷多死前还在威胁他们，他和科瓦有着某种协议。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，为了不让科瓦知道格雷多已经牺牲，奥利弗打算先去找加琳娜套点线索。自己认识泰安娜自然好说话，可周围都是科瓦的手下，加琳娜一旦说漏了嘴，就会引来杀身之祸。科瓦这会儿正和自己的新财主马尔科姆谈笑风生，阿纳托利主动来找科瓦谈合作，毕竟自己是新一任帕克汉，说是谈合作，其实就是埋下陷阱，把一切责任推卸给罗宾汉。当阿纳托利知道真相后，回家就闷了一杯酒精，还劝奥利弗赶紧回家别掺和这事儿，因为科瓦的目的是推翻自己的国家，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帮派斗争了。造船厂里全部都是科瓦的毒气瓶，威力堪比欧米伽。双方在船厂交火，毒气也随之泄露，大批手下中毒身亡。这回合兄弟会惨败，科瓦的军队远比想象的恐怖，好在活捉了一名人质。奥利弗干起了老本行，把一个活人给折磨成了死人，硬是问出了科瓦的所有秘密。他准备邀请所有高官和军队来开会，等这群人聚集后释放毒气。行动之前，奥利弗再次找到加琳娜，把泰安娜和沃德的事儿如实转述，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承诺。他希望加琳娜能协助自己干掉这个罪魁祸首。加琳娜把自己的门禁卡给了奥利弗，希望他能为儿女复仇。科瓦已经聚集高官和军队，靠着门禁卡，奥利弗溜进内部，和阿纳托利来了个里应外合，结果中出了一个内鬼。维克特为了权力出卖了阿纳托利，奥利弗也只找到了加琳娜冰冷的尸体。这一次他们全都被耍了，气得奥利弗出去射杀所有人，毒气已经扩散，包括维克特这个走狗也得死。奥利弗一路杀到仓库关闭了毒气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，把弓箭一扔，和科瓦来了场父子局 solo。 本来能靠着蛮力取胜的科瓦侮辱了一句泰安娜，奥利弗突然就操作了起来，一直打到了大厅。奥利弗这阿纳托利别插手，是男人就单挑，能走到这一步，科瓦也不是闹着玩的。激情斗殴长达5分钟，奥利弗最后一刀给科瓦带走，完成了自己的约定。战斗结束后，阿纳托利给奥利弗纹了情侣纹身，象征着兄弟会的一把手二把手。回想起几年前在货船上的时光，两人不禁感叹岁月是把杀猪刀，却没曾想自己忘了补刀。马尔科姆竟然把科瓦从鬼门关拉了出来。奥利弗这次也准备回家了，但他得先前往炼狱岛，这样外界才能知道这5年自己一直在岛上。俄罗斯和香港的行动直接丢进大海。离开前的48小时，奥利弗和阿纳托利开始搞慈善，为无辜中毒的百姓免费治疗，解药都是罗宾汉争取的，这也算是阿纳托利送给奥利弗的礼物。2天后，奥利弗亲自驾驶飞机前往了炼狱岛。阿纳托利一路随行，而且奥利弗还是酒后驾机，有条件的千万别模仿。一切仿佛回到了起点。奥利弗捡起地上斯莱德的面具，一剑插在了木桩上，时刻提醒着自己不要忘记过去。奥利弗带阿纳托利来到了墓地前，逐一把故事说给了阿纳托利听。送阿纳托利离开前，商量了一个统一的口供。等阿纳托利回国后，花钱买通渔民来这附近路过，然后奥利弗给信号顺势回家。这一别，兄弟俩只能是后会有期。奥利弗准备信号篝火的时候，老感觉身后有人，结果不知哪来一针麻醉剂扎进了脖子，正是死而复生的科瓦。奥利弗又被抓回了监狱，跟着奥利弗几千公里就是为了折磨他，专门带了一瓶红色死神，足以让奥利弗精神崩溃。曾经遭受过的痛苦好像重新上演了一遍。科瓦给奥利弗留下了一把手枪，里面只有1颗子弹，让奥利弗自我了结。奥利弗缩在角落颤颤巍巍，痛苦的回忆历历在目。有那么一刻，奥利弗已经准备对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，意志力促使他放下了手。清醒后的奥利弗玩命逃跑，一路上找到了自己的装备。离渔船赶来的时间还剩不到1天，奥利弗突然开挂，空手对抗3个手持 AK 的佣兵，这是回家的诱惑。凭借自己对炼狱岛的了解，奥利弗巧妙利用地形反杀，科瓦驾驶5只横扫地面，却没想到奥利弗是个打飞机小能手。
是男人就单挑，两人再续前缘。奥利弗尔精于摆尾加大象踢腿，把科瓦按在地上当滑板鞋摩擦。此时48小时已过，奥利弗尔扭断了科瓦的脖子，这次确保他死透了。奥利弗尔赶紧前往信号篝火，一把土一把泥，戴上假发和胡子，伪装成了野人，赶在渔船离开前点燃了篝火。渔民望着火焰停在岛边，顺利把奥利弗尔接上了船。奥利弗尔哭着给老妈通了电话，奎因集团斥巨资把奥利弗尔接回了家，结束了这长达5年的炼狱之旅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